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还好你的我点燃使命的火。慢慢来，放轻松。用冰袋敷一敷脱臼的部位，可以减轻疼痛和消肿。过2天你可以热敷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样会好得比较快。Babe, you can eat this. Mom says it's good for joints and muscles and blood circulation. 你还是去骨科做一下检查，看有没有损伤到神经。保健品过1个星期后再吃也可以的。嗯，谢谢你啊，Dr. Chong。你是我的 patient？ 我不是，我的 ex 才是。我叫 Megan， 记得吗？我之前买过 cupcake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谢谢你的 cupcake 啊。你又救了我一次，看来我要再请你啦。啊，不必客气啦。Babe, 你真的 OK 吗 ？Dr. Chong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我是来找我外公的。他是你外公？嗯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好好休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弄坏你的蛋糕了。Oh yeah, I almost forgot. 赔钱！你干什么？他弄坏我的蛋糕。今天要不是 Dr. Chong 救我，我早就痛死了，还吃什么蛋糕？多少钱啊？我赔给你吧。不用，你们别理他，先回去吧。对不起啊，他态度不好，蛋糕我们不会追究的，你放心。啊，那谢谢你了。啊 ，babe， 我们先走了哈。好 ，thank you。阿南，为什么刚才你说我不可以叫人家 babe 啊？因为 babe 是爱人的称呼，阿公。哎呦，阿公真丢脸。阿公啊，你每天要东奔西跑，又要受客人的气，太辛苦了，不要做了，可以吗？我也有错，要不是我送错地址迟到，又把人家的蛋糕弄坏了，他也不会生气啊。你在家里享受退休生活不好吗？我现在开始工作了，有能力养得起你跟阿嬷的。阿公的记性啊，越来越差了，常常记错送餐的地点啊。如果要我在家里闲着，我的脑会退化得很快的。你还是可以找些事情打发时间的，比如说打打太极啊，还是跟阿妈一起到RC做活动啊，比如说种种花、种种菜，对健康有益。千万不要啊！你阿妈肯定会啰里啰嗦、嫌东嫌西，我哪里受得了啊！不要！可是送餐太辛苦了，又要赶时间，像今天这样，一不小心就会跌伤。你又有糖尿病啊，如果伤口没有处理好，受感染就很严重了。我不担心，因为我有一个很棒的医生外孙，不管我怎么受伤啊，他都会帮我医好的。真是，阿公，来，帮你看一下。哎呦，一定是刚才扭伤了。阿公啊，我背你回去吧。啊，我很重哎。放心啦，我可以的。你如果这样坚持走回去啊，伤势恶化就更麻烦了，很可能要休养几个月的，到时连工作都不能做。哦，那好吧。来，慢慢来啊。哦，来。
记得你小时候啊，常常吵着要阿公背你回家，现在是反过来了。哎，时间不留人啊，一转眼你就长那么大，阿公不认老也不行啊。我小时候的心愿啊，就是希望能快点成为大人，照顾你们。以前都是你们照顾我，现在换我照顾你们了。要是我真的得了失智症，把你们忘记，怎么办呢？我的朋友啊，到了失智症后期啊，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你忘了也没关系啊，我会帮你记下来的。我把你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，每天提醒你啊。过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就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啊。你永远都不会是我的负担的，不管你有病没病，有没有忘了我，我都一定会照顾你的。你为什么擅自更改药单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病人好。Dr. Chua 对病人的诊断有误。如果你对配药有疑问，你可以先跟他讨论的。有啊，我找过他啊，跟他说病人只是有轻微的心肌梗塞，有胃痛，不适合吃 aspirin。但是 Dr. Chua 就是不肯换药。那你也不能一意孤行。你是药剂师，不是医生。你的职责是配药。没有资格做诊断，更没有资格更换药单。没资格？我看 Dr. Chua 才没资格吧 ？Dr. Chua 是我们医院最顶尖的医生。如果你觉得比他强，你为什么不去考医学院当医生？我要你跟他道歉。在我眼里，你们当医生的一个个都比我无能，要我道什么歉啊？田维茂。你的态度再不改，没有一家医院会留你的。怎么现在的记者都那么有空，3不5时就来医院做？Dr. Wan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这里的环境不错啊，我喜欢。你喜欢？好啊，那我就安排让你在这里住院，顺便帮你看诊。我现在有病吗？非要生病才能够来医院吗？那你也在医院，是不是说明你也有病啊？让我先警告你，不要再乱搞什么小动作。看来这里的医生个个压力山大，开个玩笑也不行啊。行，你要玩的话，我会奉陪到底。猜的没错 ，Dr. Wan 跟墨菲很可能是一伙的。我在 cafe 看到他们会面。这么说，上次闻尿片事件很可能是事先串通好的。可是闹这么一出戏，对 Dr. Wan 没好处啊。上了几次头条，一夜之间名声大噪，从变态医生变成大英雄，这好处还不够好吗？难怪他那时在记者会敢那么嚣张。坚决不道歉，原来早就串通好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自有办法。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？各家媒体已经发布了墨菲的黑料，赖立强做的好事，明早也会曝光。义诊活动和记者媒体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放心。可以啊，Dr. Chu 有时间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拜拜。Dr. Chu。上次取消 appointment 的 Mr. Lee 刚打来重新预约。好了，我先去忙了。我们再约啊。Dr. Chu specialist。好的，下星期是吗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可以。
我想到了，不如由我来跳 hip hop， 带动气氛。不要了吧，这么激烈，老人家心脏受不了的。哎，搞不好他们会喜欢哦，还跟我一起跳。跳舞不是不行，只是 hip hop， 老人家一般不会欣赏吧？我之前读书的时候有去老人院做义演，感觉他们会比较喜欢互动类的节目。对啊，老人家应该比较喜欢一起玩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教他们跳 tango， 那这样不就有互动了吗？不要吧，要跳，我怕跳完到时候集体看骨科。喂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又不见得你有什么好 idea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选几首歌，跟大家一起来个大合唱。不错哎，good idea。喂，请问这个 idea good 在哪里啊？你说说看。你看，唱歌呢，老人家又不用走动，比较安全。我可以 volunteer 弹吉他伴奏。哎，你伴奏，我伴舞。Nice。除了唱歌，我们也可以跟老人家一起玩一些简单的游戏，比如说 charades 或是 pasta puzzle。这个我也赞同，那就这么办啦。那我们要唱什么？我们可以选一些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歌曲，像黄清源、张小云的歌。Bro， 谁来的？70年代的本地歌手啊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，像《醒来吧，雷梦娜》，老人家应该很熟悉的。如果要比较耳熟能详的歌，可以考虑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、一剪梅、生命过客。你可以，厉害！哇，你们在开什么 party 啊？我们在讨论义诊活动的表演项目，有没有兴趣？我是走音歌王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是可以大展歌喉的。我们大合唱了，谁管你走不走音？我们打算唱老歌，没想到浩南他会很多老歌哎。是哦 ，Bro， 我们明明同年龄的，没想到你这么 old school 哦。我阿公阿妈经常在家里播老歌嘛，我耳濡目染了。是吗？什么老歌啊？或许我也会呢。是哦，这里你最老，你可以当我们长辈，这些老歌你应该知道啦。既然我是长辈，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随时听我使唤？哎，长辈是他说啊，我们没有说啊。Dr. Ho， 什么事啊 ？Mr. 万忘了拿他的药，你 call 他吧。打了，他一直没有听。没关系，你把他的地址给我，我送去他家。真的吗？反正我已经下了班，之后也没什么事。好 ，Thank you， Dr. Ho。Dr. Wan， 你下了班有没有空？要不要陪我一起去送药 ？Well， 我下班以后是不做这种事情的。但如果你想约我看电影或者吃饭的话，我 OK。你干什么你？哎，滚！你给我滚！你做什么你？做什么？整天咳，把我吵死了。等我睡着的你才回来。我已经不舒服了，跟我出去。你要我去哪里？去找你医生的儿子。喂，我没带钱包。喂，我身上没钱了。喂。Uncle Wan， 你先吃点东西，等一下再吃药。不好意思，还得麻烦你亲自把我的药送过来。我只是顺手之劳。真的很感谢你，Dr. Ho。你可以叫我仁惠。刚才护士打了几通电话给你，你怎么都不接？哦，我这个人平时都没有朋友，所以一些陌生电话我都不会听，而且现在很多那些诈骗电话。那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怎么可以把你赶出来？他是我的室友。室友就可以欺负人吗？太过分了。等一下我陪你回去跟他理论。不必了。他这么凶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说得过他呢？再说啊，都怪我咳嗽一直没好，吵到他半夜不可以睡觉。他刚刚睡着了，又让我吵醒。你是病人，也需要好好休养啊。你家人呢？他们知道你生病吗？刚刚好像听到他说你有个当医生的儿子。
别提了，有也等于没有。哎，他现在都不管我了。其实你也不用可怜我，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安哥万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认识 Dr. Wan 吗？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不是，我看你每次来医院都要找他，而且你们两个又刚好同姓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是觉得同姓三分亲，我让他帮我看病，我会比较安心。那今晚怎么办？要住酒店吗？我去哪里找钱住酒店？没关系，等一下雷公睡着了，我才回去就没事了。他不会再把你赶出来吧？雷公这个人呢，他脾气是臭了一点，可是他心地还蛮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好吧。道德树，你找我？坐。医院最近对一项研究罕见疾病的项目很有兴趣，想要参与投资。这是这个项目的相关资料和初步研究报告，你可以看看。Lee-Fraumeni syndrome， 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性癌症，最近这几年在本地也有几起病例。没错，这个项目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提升患者体内所缺乏的蛋白质，减低患上癌症的风险。所以，我能做些什么？我要你把这个关于罕见疾病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，然后再写一份报告，说明这个研究项目能不能投资。医院的投资项目不都是由董事局决定的？要不然应该去询问专科才对。再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医生来发表意见吧？你干嘛这么小看自己啊？你虽然只是 MO， 但是你的实力非浅。你就连枫糖尿症这种罕见的疾病都能察觉得到，我想这个项目应该难不倒你吧？哇，道德处，想不到你那么看得起我。那你什么时候需要这份报告？最好是这1-2天吧。2天？哪也够时间啊！我还需要帮病人看诊。看诊固然重要，但是这些罕见疾病的病患也很重要。我是对你的能力有信心，才给你这次的机会。谢谢道德处，你那么提拔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很好，辛苦你了，我等着你的报告。哎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不用管我了。累了就回家睡，这里的沙发怎么比得上你家里的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啊，等一下就好了。你脸色这么难看，还说没事？你是不是来例假？大姨妈就直说嘛，你怎么了？怕尴尬？跟你们说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又帮不到我。我们是帮不了你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帮你拿止痛药啊。是啦，再等药见效。你慢慢等吧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喂，你的救星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拜。一哥，我泡了些姜茶，喝一点。小心热。我看你的状态应该是气血虚弱，喝姜茶可以缓解这类的经痛。你如果觉得姜茶太辣，下次可以泡红枣茶，效果是一样的。谢谢你啊，这么细心。这是热敷袋，你放在腹部会舒服一点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也没有姐姐妹妹啊？我妈
以前他一到生理期啊，也跟你一样会手脚发冷，也会经痛，常叫我帮他泡姜茶的。哦，把手给我，我还有一招可以让你快速减轻疼痛。这里是合谷穴，按一按可以缓解经痛。会很痛吗？不会。阿公妈，我回来了。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。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。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中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别爱使命的我。再长的路还是要走。